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灵魂天赋与使命，以及守护天使要给你们的祝福哦。那第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从牌面上看起来啊，你们的灵魂天赋非常的明显，就是你们有很强烈的这个感知能力哦。我觉得你们对于人事物、对于外在环境都有很敏锐的观察力。那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有蛮多应该都是属于高敏感特质的人哦，还有少部分的人他是共感人。那就是高敏感特质，大家应该比较有听过。共感人的话，我会觉得你们其实会比高敏感族群更加的敏感一点，就是你们比高敏感族群更容易去接收到别人的情绪哦。就是你们还蛮容易将身边的这个身边的人，他们的情绪能量都把这些震动吸入到自己的体内，有点像是假设礼拜五啊，明天就要放假了，礼拜六大家就要放假了，那在礼拜五这个周末的晚上呢，你们就会感受到一个很强烈的这种开心的气氛哦。其实你们可能并不是说周休2日的这样子的族群，你们也会感受到这种大众即将要迎来一个开心的假期这种情绪。那你们是一个非常能够感同身受的一群人啊，就是只要看到电影啊、新闻啊，里面有别人受伤，或是别人哭泣，或是一些画面，这种比较伤心难过的画面，其实还蛮容易牵引牵动到你们的这个感知哦，你们连带的也会感觉到痛苦。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人，你们特别容易去捕捉细腻的人能量。有的人你们是在身体上非常的敏感哦，就是你可能看到这个人跟这个人交谈，你就感知到这个人身体可能有哪些有些地方可能怪怪的，他可能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或是身体上的疼痛，就是你可能会感觉到他人是身体有不舒服的，或者是有些朋友你在情绪上特别容易共感，就是呢，你能够跟着周遭旁边的人就是起伏，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人他在生气，即使他没有说话，你都可以感觉到情绪，就是这个空气之中有一个很紧绷的气氛在，然后你自己也会觉得哇，非常的受不了，很想要去把这个气球戳破的感觉。然后另外有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这种强烈的共感啊，有点像是你们可以去从梦境，或者是说从动植物中去沟通，然后去看到一些这种未知的预知的影像或预知的梦境。这个是一个很强烈可以跟宇宙沟通的能力哦。你们可能脑海中会闪过一个很模糊的影像，或者是说短暂的这种片段，然后你会可以感觉到好像隐隐约约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就是你们的这个身体的能量甚至会起鸡皮疙瘩这样子，你就会觉得哪边是往哪边走可能是不好的，或者是说哪里是有危险的。我觉得你们对这些东西是非常的有感应的。那有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是能够透过一些物品、衣服这些，就是别人常常使用的那个东西哦，你可以透过这个东西去感知到使用这个物品的人他的一个目前的身心状况，或是曾经跟这个物品留下什么样子的记忆，关于他的一些事情哦，不管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这个能力蛮强的，这个能力是可以好好的善用的，因为你们有着就是比别人更细腻的能量，以及更强的一个直觉力哦。那有些朋友，你们的这种天赋啊，是隐藏在你们的
体内，你还没有去把它打开哦，就是你还没有去把它挖掘哦。但是我相信平常在这种日常生活中，你们应该就是隐隐约约有感觉到，好，有一些讯息哦，有一些宇宙的意识，或是来自天使的讯息，来自其他维度的这个讯息，它其实会想要透过你去传达一些，就是你会变成是一个通道，他们会想要透过你去传达一些讯息给地球上的其他的人或其他的这个动物等等的。你们会有些朋友，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有这样子的能力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会感到很害怕，还有就是想说自己是不是疯了，为什么会有这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或者是奇奇怪怪的声音哦。那如果你理解你自己的天赋的话，我觉得其实你们可以好好的去运用，将你接收到这种来自不同维度的讯息哦，经过你的头脑翻译之后，再变成是一个大家可以理解的语言，在适合的时间点上，你可以去散播这个讯息，传递这个讯息给需要的人。那我觉得你们其实是非常的能够去跟别人有这个连接感，就是你们的接收器是非常的强大的，然后也很容易被打开。那因为你们可以连接到很多人，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不同年龄的人的那个能量哦，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蛮适合作为别人的这种导师，传道授业解惑这种灵性上的导师，或者是有的人可能是咨商师，有的人可能是你是透过你的语言文字来去传达某一个讯息，去打动别人的。就是我觉得你们本身的这个特质啊，其实是可以去带给别人，作为别人的一个引领者或是一个榜样哦。因为你们不仅能够去同理别人，可以去感同身受，可以去苦别人所苦，你们也可以将自己自身的经历就是自身的经历去好像作为一个例子，然后去展现给别人看，就是你自己曾经经历过什么，你可以从那样子的黑暗中走出来，走向光明，透过自己自身的例子去鼓舞别人，其实别人也是可以去做得到的。你可以去倾听别人，就像你去用心的倾听你自己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们非常棒的一个天赋哦。我觉得很多朋友啊，你们现在可能在从事跟灵性有关的一个工作，或是你们在朋友之中是属于那种大家会想要跟你去说话聊天，有什么苦恼，有什么心事会想要去跟你说的人。因为你们本身的能量就是一个治愈者、治疗者的能量哦。你们的灵魂啊，其实它是一个发光体，它是一个晶莹剔透的像水晶一样漂亮的灵魂，所以你们其实是自带光芒、自带能量的。我觉得你们那种能量不是说非常的耀眼，可是却是很舒服的，所以别人跟你相处越久，其实就会越喜欢你。你们不是那一种好像第一眼就是很强烈的会吸引众人目光的，可是你们有点像是好酒就是越陈越香，跟你相处越久的人越会想要去接近你，越会想要去靠近你，因为你们身上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光，然后有一种爱的能量，有一种疗愈的能量，很多人都会想要去跟你接近，跟你说话，来吸收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因为跟你相处起来其实是会非常舒服的。你们不大会去特别说一些伤害别人的话，或是特别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哦。你们基本上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但会去伤害别人，除非别人真的是超越了你的界限，你才会去想办法抵抗跟保护自己。那我觉得你们不管是在
生活领域，在公领域，在私领域，在工作上啊，好，在这个公领域上，或者是在家庭生活，在这种两个人的情爱世界中，你们都可以扮演一个很强的这种后盾，很强的支持者的一个角色。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们在工作中就可以当这种秘书啊，或者是幕僚这样子协助者、推动者的一个角色，那在生活中，在爱情中，其实你们可以好像去帮助另外一个人，有点像是旺夫旺妻。你们可以如果这个人想要去创业，你们可以变成是很好的一个后盾，为他去运筹帷幄，或者是说就单单只是日常生活而言呢，我觉得你们的出现也会给对方的生活加上非常多五颜六色的一个色彩，就是对对方来说，你的出现呢，会让他的生命生活更加的丰盈，更加的丰富。那我觉得你们本身的这种能量是非常纯洁，而且非常有善意的，你们也愿意去用这个能量去支持别人。那宇宙其实想要告诉你说，你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要先支持自己，再支持别人。因为这一组我们看到的是你们就是有的时候蛮累的，你必须要去翻译宇宙给你的一些讯息，然后传递出去，再加上你身边有一些受苦的朋友，或者是可能你的伴侣经历了什么样子的创伤，你也会想要去拉他出来。可是在那之前呢，宇宙其实会想要告诉你，你的守护天使会想要告诉你说，请你要先好好的支持自己，疗愈别人之前要先好好的疗愈自己哦。就是你们必须要去给自己做一个清理哦，到一个比较好像安静的环境，比较可以让你的心沉静下来的环境，或者是一个大自然的环境中，你让你这些不好的能量去排除。因为当你在跟别人做能量交换的时候，其实那个能量的讯息是非常繁杂的，有高频率，有低频率，然后你们会接触到就是当你的这个天线打开的时候，其实有各种的这种讯息都会想要透过你去传达出去，可是并不是每一个这种能量都是这么的善的。有的时候你们会因为接收到太多能量，感受到非常的疲惫很累，所以我觉得你们当自己你觉得自己太累，或者是觉得自己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尽量要保持低调，要跟外界的人群做一个隔绝。你可以到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中，然后最好是你自己跟你自己的对话，然后在这样子的空间，这样子的房间中，你做一个冥想哦，或者是说你可以通过沐浴的方式，你可以透过洗澡的方式，你将自己做一个清理，然后呢，用这个水的能量将不好的污浊的这个气去排出来。那有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多多接触这种大自然，这种绿树或者是海水，对这一组的朋友都是有帮助的。你们必须要不断的去阻挡一些不好的能量，保护自己的那个光，因为你们本身的光环是非常吸引人的。这个人包含善跟不善，好跟不好的，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去保护你们自己。那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除了就是直接作为灵性的导师或者是疗愈师去帮助别人之外呢，我刚刚说过，其实你们也可以透过你们的口语、你们的文字，或是你们的一些知识跟记忆，去创造出一个，有的人可能是音乐方面，有的人可能是艺术方面，有的人可能是写作方面，或者是有人的这个声音是非常疗愈的。就是我觉得你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是可以去影响别人，是可以去安慰别人，是可以去感动别人，这些东西是可以被留下来的，而且会在你不知不觉的就是当你写了一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被转发到哪里去的
的某一个时刻，有一个人阅读到这样子的文章，这样子的讯息，深深的被你打动，其实你就又完成了一次疗愈。那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从事的行业是比较具有创造力的，有的人可能是像是比较创新的这种科技方面的工作，那我觉得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啊，其实也是不断的在推进这个世界，在往前进，而且在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你们是那种会把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就是你们脑中的想法，你们脑中的点子非常多，而且有的朋友是非常的疯狂，非常的神奇的。那我觉得你们其实有将这些神奇的点子去显化、去实现的一个能力哦。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关注你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去倾听你内心中真正有渴望、有热情，就是你会想起来，你就会愿意去沉浸在那个里面，你不会觉得累，你愿意去义无反顾的事情是什么呢？另外呢，有关第一组朋友，就是你们在感情方面我觉得你们的灵魂呢，是有点像是来这个地球旅行的，因为是旅行，所以我觉得你们会去走走看看。有的人可能会很喜欢出国啊，或者是体验不同的这种语言文化等等的，就是我觉得你们的灵魂是要来这个世界体验、去经历、去感受，然后去跟别人碰触，跟别人去碰撞，然后是一个很多的能量的流动、能量的接收的一个这样子的循环的过程哦。所以我觉得你们在一生中啊，其实会遇见不止一个让你们心动的人，同时啊，也会有不止一个喜欢你们的人哦。而你们呢，我觉得你们这一生会遇到灵魂伴侣，也会遇到双生火焰，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至少会有这样子的两个人，同时都跟你有很深层、很深刻的一个连接。那我不知道你们最后会选择比较像是灵魂伴侣，还是双生火焰？双生火焰的话我觉得会比较有点虐恋的关系，有的时候会变成是追与逃的关系，但是那个爱情的火花碰撞是非常的强烈的。好，不管是哪一种呢，我觉得这样子的结合起来，你跟灵魂伴侣或是双生火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两个迸发出来的那个光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非常的具有影响力的。我觉得你进入到对方的生活中，基本上我刚刚说过，你们就是可以忘夫忘妻的，你可以去把对方的状态提升到更上一个层次。假设对方本来是一个比较低潮的状态，我觉得你能够去疗愈他，你能够去治愈他。那如果你遇见对方的时候，他的状态还不错，那我觉得就是往更高的一阶发展，你们会好上加好，好还会更好，你们会让他的生活有质与量的一个改变。同时啊，也因为你跟他结合，你自己的生活，你自己的身心灵也会经历一个很大的蜕变跟提升哦。基本上呢，我觉得跟你们在一起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你们那个温暖的能量，你们那个愿意去照顾别人，你们愿意去疗愈别人的那个爱和那个心哦，我觉得这个讯息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有些朋友啊，我觉得你们人生的这个经验体验到现在，可能有经历过一些不公平跟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哦，然后会很想要去求一个答案，一个结果，有可能是感情，有可能是工作上，也有可能这个很大的不公平不正义以及这种欺瞒的事件是发生在你或是你周遭的人身边哦。那我觉得不管你们经历了什么也许你们会很想要求一个有点像是因果循环的一个
道理，或是你们想要去看见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天理哦。我觉得有的朋友，也许你现在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中，你可能会觉得说，你在感情，或者说你在工作，你在生活中遭遇了一些小人或是不公平的对待，那你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别人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伤害你？然后你一直在等一个答案，你一直在看对方，看他们会不会有一个报应之类的。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处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呢，我觉得你的守护天使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你的格局比这个还要大的。因为你不用去等一个答案哦，其实我觉得你们本身就是答案，你们本身就是那个光的来源，有点像是黑暗的屋子中，你可以将它开灯，然后这个光是非常非常的明亮，可以照耀到某一个角落。你其实也就像是别人生活的一盏灯，你可以照耀别人一个比较黑暗、一个比较低潮的状态。所以你相较于那个不公平、不正义的世界，你比他们的那个格局跟层次是更高的。你们是一个治愈者，你们是那一种可以，你们的话、你们的声音、你们的文字是可以在别人的心中去落下一个希望的种子，是可以为别人带来新生跟希望的，你是可以去过渡别人一个不舒服的状态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太执着于某一个不公平的事件，这个是守护天使想要传达给你们的讯息哦。那我觉得你们现在的这个时间点，你现在的这个好像时空背景跟环境哦，刚好走到了一个宇宙需要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哦，这些事情就是呢，你必须要去清理身上一些不好的能量，并且重新整合这个阴跟阳的这两个对立的能量，重新去整合，重新去接受。那我觉得有些朋友守护天使有感觉到你们过去经历了一些事情，内在有一些伤痕，甚至因为曾经犯了一些过错，那这些东西好像一个裂缝一样，在你们的心好像化开了很多道伤痕哦。但是守护天使要告诉你说，其实有光亮就会有黑暗，有黑暗的衬托，这个光亮才会更明显。甚至因为有这些裂缝的打开，好，光才有办法照进来，照进到更深的地方哦。所以我觉得守护天使想要告诉你，你要去接受你自己，接受你自己，不光是光亮的部分，也要去看到那个太阳底下的阴影，你要去接受自己内心黑暗的部分，让你可以带着很多的裂缝，一边往前走，然后一边继续过你的生活。那你们可以带着自信，因为你身上有这些裂缝，阳光才有办法照进来，你们也才能够去展开一场疗愈。就是有些东西它是要先启动了，才会有后续的发生。我觉得这个裂缝，这个内心的伤痕，好，这些过往的一个阴影，其实就是一个启动的能量哦，它可以帮助你自己做清理，帮助你自己做整合。那黑暗跟光明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状态。当你自己整理好了，当你自己疗愈好了，你们很重要的任务，宇宙需要你做的事情，就是你还是可以去用你的这个能量去疗愈别人，去治愈别人的。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有点像是给自己一段时间哦，你可以透过书籍啊，透过影片，或者是你可以去上一些课程，或者是单单的是你进行冥想哦，你进入到自己心灵比较深处的地方，然后去关照自己的内心，去了解自己的内心有哪一部分是你想要去隐藏的，然后过去都不愿意自己不愿意接受自己的那一个部分，或是你认为是自己的缺点的那个部分是什么，然后好好的去拥抱自己的那个部分，好好的去跟他说我爱你。就是你要先看见那个你可能会批判自己的地方，你对自己的不满意的那个地方，你去看见他，你去拥抱他，然后你去跟他对话，你去爱他。
其实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的灵魂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它是可以保护你跟保护你周遭重要的人的。你们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灵魂，你内心的能量是非常非常的阳光的，所以你不要去灭了你自己的光，相反的，你要用你的光去照耀别人。而你们对宇宙的信任啊，其实也是在帮助你前往你想要达成的那个目标的路上。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呢，请你都不要停下你的脚步，请你继续的往前走。因为我觉得你们之前啊所做的那些事情，所做的那些努力，不管是在情感上，不管是在生活上，它都已经是一个好像要慢慢变成开花结果的一个状态哦，它都已经正在孕育了，正在成熟了，在能量上它已经达到丰满了。但是你要实际在生活中显化看到它的话呢，你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些时间哦，但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你们要保持信心，保持信任。然后我觉得你们要了解，要接受自己在人生中那种真正的流动，不要去抵抗。有的时候你们就是一心想要往某一个方向走，可能是说感情上你一心想要跟那个人在一起，但是却一直遭遇了一些阻碍跟挫折。有的时候宇宙会透过设下这个障碍跟挫折来告诉你现在不是一个好的时机点，或者是告诉你其实走另外一条路会更轻松更自然，你可以去顺应那个自然的流动，然后你可以去，我觉得就是要轻松自在的生活，不管是想法、信念，或是周遭的那个环境，你的生活方式、你的工作，或是你的感情等等的，都要让你感觉起来是顺心的，是自在的，而不是这种会让你觉得自我贬低，会让你觉得忍耐，会让你觉得需要压抑的。宇宙希望呢，你可以去重生，去重新经历哦。那如果是你身边有一个跟你想法不同的一个伴侣，或者是说是一个你感情上分手断联的对象哦，我觉得宇宙也想要告诉你关于这样子的爱情，关于这样子的感情哦，你可以用一个比较新生的眼光去看待它。你要了解每一个人他脑袋想的事情就是不一样，他就是跟你不会是完完全全的一样。那请允许你自己，给你自己一段时间，给这段感情一段时间，你要先去照顾你自己，然后再去关照这个人。如果这个人对你而言是很重要的人的话，你想要就继续跟他在一起的话，宇宙也想要告诉你说，你先照顾你自己，然后再去创造你想要的关系。那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一个状态的话呢，刚刚说过，你们会碰到双生火焰，或是会碰到灵魂伴侣，你们可以有自由的选择权，你们都会经历，你们可以去选择你想要留在哪一个人的身边。那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宇宙给你们的这个天赋是很特别的，然后它也是就是你们是灵魂家族中很重要的一个孩子，也是很骄傲的一个孩子吧。所以宇宙希望你可以善待自己，就如同他善待你一样。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啊，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生命中会出现一些突如其来的转折，或者是你觉得是很意外的突发事件来到你的生命中。那我觉得宇宙会透过这些事件，或是透过这些课题，让你有机会去看见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以及看见过去束缚着你的那些信念是什么。你们可以借由这样子的经历这样子的事件，去突破自己对自己的限制，去看见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然后我觉得你可以从事件中去学习到怎么样在可能是你觉得比较贫乏、比较匮乏，或者是比较孤单的状态下去
全然的爱自己，全然的给自己信任，甚至在自己的内在创造出一个丰盈的状态，去找回自己的能量。因为当你呢可以在一个比较不舒服的状态下都可以活得很丰盈的话，基本上未来的任何挑战、任何事件对你来说呢都是轻而易举，都是一个小 case， 就是你都是可以度过的。也就是说，我觉得宇宙会透过某一个课题让你更加的成长，让你去突破你过去觉得自己是不可能的事情哦，让你去打破心理的枷锁，让你有能力活得更加的自由。所以呢守护天使想要去告诉你们，当你在经历这样子的事件的时候，不要因为恐惧，不要因为害怕而去削弱了自己本身具有的那个天赋跟那个力量。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哦。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留言或者是分享。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灵魂天赋跟使命，还有守护天使要给你们的祝福哦。那第二组的朋友我会觉得你们的灵魂本质是一个很动态的，就是我觉得你们会需要跟不同的能量流动，就是你们会需要去连接到不同的能量，然后你们的灵魂我觉得是跟大自然非常接近的，所以有的朋友你们可能蛮喜欢去亲近自然，或者是你们本身是提倡环保、爱护自然，对于这个地球、对于生态有一种理念跟意识，或者是说你们平常会喜欢去做志工帮助别人。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也有蛮多的，就是有蛮多的人应该会想要去传达某一个你对于你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你生活在这个国家，你生活在这个区域，你有一个理念，你想要去实践，你想要去传达。然后刚刚说过，我觉得你们灵魂的本质它是一个动态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们会透过身体的这种运动的能量来释放，来抒压。那有的朋友们可能会是透过瑜伽，有的朋友们可能会是慢跑，或是其他的这种运动，就是让身体可以动起来的方式。这个是你们跟宇宙连接的一个形式，一个模式，因为你们是动态的灵魂，所以我觉得当你们身体动起来的时候，其实你是会比较舒畅的。那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很多人也是对于我刚刚说过大自然嘛，所以我觉得有的朋友你们是对于这种花草植物，比如说是花艺，或者是说像是这种中医中药或者是相关的这些药草药，或是这种精油等等的，你们是有兴趣的，或者说你们接触到这类的知识，你可以非常容易去融会贯通，就是因为你有这样子的天赋，所以你学习起来是比别人快的。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在一生中一定会遇到一个跟你们就是有相同振动频率的灵魂。那我觉得这个人呢，是前世跟你处于同一个灵魂家族的人，然后你们在今生因为非常有缘分会再次相遇。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家人，也有可能是你的这种情人、伴侣，或者是一个你很好的朋友，是同性或者是异性都有可能。那我觉得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你们的生活会有一个很大的开展，很大的扩张，好像很多东西的前进速度会更加的快。你们本来可能是在慢跑的状态，现在就变成冲刺的状态，就是好像你本来进行的那个计划会以乘以2倍的这种倍速的方式开始运转，就是会有一个很大的扩张跟成长的时期吧。那我觉得你在遇到这个人之前呢，你会先经历的一些
可能比较不是这么对的人，就是你可能会在选择择偶上经历了一些令你难过、伤心，然后受伤的感情。那如果是在这个朋友层面的话，你可能会先经历过那一种你付出很多，但是最后却发现这个人没有同等的付出真心，或者是说背叛的这样子的友情哦。那你们会经历了这些挫折，然后经历了有点像是一个世人不清的时候的这种时期，那度过之后呢，我觉得你会和你这种灵魂家族的伴侣有一个很深厚的连接。那我觉得当你在寻找他的时候，他其实也在努力的想要向你走来，因为这个世界很大，在这个茫茫人海中，他要找到你，你也要找到他，你们两个都需要去唤醒灵魂的记忆，你们两个都需要去让自己的这个意识有一个能量的提升，才可以去相遇，才可以去拥有对方，因为你们两个都是一个属于同频而且是很高层次的灵魂，所以你们今生一定会相遇，只是在相遇在这个相遇之前，你们有你们的课题，只要你们完成之后，其实我觉得一切就是水到渠成的感觉。那我觉得你跟这样子灵魂家族的伴侣相遇，是为了要带给这个地球、这个宇宙更多的爱、更多的关怀，就是你们两个的这种结合会是一个更大的发光体。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跟他的这种思想体系，你跟他的信念是可以非常融合的，你们不是那种两个不同系统要去交融，要经过一些磨合。我觉得你们的那个思想啊、信仰啊、价值观基本上是蛮相合的，甚至是可以重叠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相处的时候是不大需要经过太多的摩擦，或者是不大需要经过太多的这种追与逃啊，或者是比较就是需要去猜对方在想什么的这样子的情况哦。那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这边呢还有这个国王跟皇后牌，这两张牌同时出现的几率蛮少的，而且这两张牌它是这种集大成之牌，就是它集合了火水风土这四大元素的特质都有，所以可以说是王中之王，后中之后的感觉，非常的厉害。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是那一种深藏不露的人，对不对？就是表面上也许就是别人看起来可能不会想到，你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可是你内在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智慧，而且你们这种观察力是很细腻的。然后有的朋友我觉得是刚刚说过，你们是一个动态的灵魂，你们很多人是这种很会实作，就是实作能力很强的人。那我觉得像你们同时具有这两张国王跟皇后的能量，基本上如果你们是女生的话，很可能你们也是这种像是女强人，或是说在某一方面是领导者，你可能是在家庭中把大家打理得很好，或是在你事业上是独当一面的，或者是说你的兴趣啊，你做到是可以让人去跟你学习的你有一个很特别的领域然后在这个特别的领域中，你是非常有魅力的。那女强人大家不一定想说就是说我是这种赚很多的钱，或者是我一定要创一个很大的公司等等的。其实我觉得所谓的女强人，就是你在那个领域上你是做得很好的。那如果有的人你是妈妈，或者是你是这种主内的话，你把一个家庭打理得很好，你的孩子丈夫很信任你，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你是在家庭这一个方面的这种女王，对不对？那刚刚说过国王跟女王的能量很有，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你们要主内或是主外都是可以的，你要去往外发挥往内发挥都可以，就是看你的选择，你们都可以做得很好，因为你们本身就是有这样子的能力。然后你们会得到国王跟皇后这两张牌，我觉得其实你们在之前的
那个人生阅历是一层一层的叠加上去的。有的朋友，如果你们是在年龄比较轻的阶段，我觉得这2张牌的出现代表着你们之后将会成长的模样，你们会有许多的人生的体验，人生的阅历，这种灵魂上的阅历，灵性上的一个觉知哦，让你们可以成长成一个很高级的灵魂。我觉得这种高级是一个就是很有质感、很有价值的人。大家愿意去拿他们珍惜的东西来换取你的一个青睐，以及换取你的一些言语上的安慰，换取你的跟你的一些交流，你的一些知识等等。你们是有这样子的天赋的，你们是有这样子的潜能的。然后魔术师再加上国王皇后这样子的能量，其实我觉得你们是蛮怎么说呢，你们是那一种如果下定决心愿意去做，然后你们愿意坚持下去，你们愿意去相信自己，那件事情达成的几率其实很高的。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本身是一个磁铁，你们可以吸引好运。当你们本身的心中越充满光跟越充满爱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吸引身边更多的光跟爱跟你靠近。然后我觉得你们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能力，就是你们可以运用你们的这种吸引力，像魔术师一样，你可以去许愿，你可以向宇宙去下订单，你想要去显化什么你希望的人事物来到你生命中，我觉得你们可以去转换你的那个思维框架。这一组的朋友，正面的思维框架是蛮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就是可以帮助你的人生往你想要的方向走。那你们也要在平常做一个清理，就是守护天使想要告诉你，你们要尽量将自己的脑袋转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思考。然后呢，如果你们有一些旧有的惯性的思维模式，它会让你比较忧郁，或者是越想越难过，越想越低潮的话呢，其实你们可以稍微做一些转换。这个转换并不是说完全的停止以及完全的否定你现在的思想哦，因为当你本身就是有这种不好的念头、不开心的念头，你越是要压抑以及越是要恐惧那个或是越是害怕自己有这样子的念头的话，它其实反而会是一个负能量的散开。我觉得有点像是你们可以去拥抱你们的恐惧，你们可以去拥抱你们的担忧，你们可以去拥抱你的忧郁跟你的负向思考，然后你明白这个只是一个正常能量的流动，你去接纳它，并且你把你现在的这个情绪，你可以不要把它贴上负面的标签。假设你现在是比较低潮的状态，你可以想成它是一个心情不好，但是比较长。那这种心情的起伏、心情的波动是每一个人都会发生的，不只发生在你身上，也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所以不要觉得自己是好像特别的，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或者是说自己就是没有办法去克服。我觉得你们先从接纳自己开始，然后呢，一点一滴的去把它转换成比较让自己开心舒服的那个想法。那我觉得当你的这个打底做好了之后呢，其实当你的头脑、当你的思绪、当你的内心有了一定的转变跟转换之后，接下来就是所有的能量层级都要向上提升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天赋跟这个天职啊，这个宇宙要告诉你们的是，它不需要去外求，而是从你内在就可以去发现，你不用去好像等待你的伯乐，其实你的伯乐就是你自己，你可以从自己的身上去发掘那个宝藏。你们有
国王跟皇后的能量，就是说你们有男性的能量跟女性的能量，阴性的能量跟阳性的能量都有。只是有的朋友，你们过往可能都是以比较阳性的能量来去面对这个世界，来跟这个世界竞争，然后把自己比较纤细、敏感跟脆弱的这个部分藏起来。其实我觉得你们是非常，你们是可以，心思是很细腻的，所以你们也有那种体察别人情绪的那种细腻度。那你们这边呢，还出现了月亮牌，在这里的月亮牌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非常柔和、非常温柔的月光哦，它能够抚慰人心，它能够照耀大地，它能够为那个夜晚黑暗迷路的人去指路。它不像太阳一样是这么强烈、这么闪耀的，可是呢，它的这个光环光晕是可以植入人心的。我觉得月亮牌的出现啊，让我想到你们有一些朋友好像经历了一些令你突然醒悟的一件事情哦，它可能是一个虚假的爱情，一个爱情的幻灭，或者是一个友谊的破碎，以及你所求而不得的一个快乐，或者是你明明很想要靠近却又抗拒的一个人哦。就是我觉得在月亮牌中会让我觉得你们有一些地方正在拉扯，然后我觉得你们会好像会觉得有一种朦胧不清的感觉，不管是你觉得你自己是不可捉摸、朦胧不清，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要怎么走，或者是说连自己都搞不懂自己的感觉，或者是你们对于一个很重要的人，你有一种猜不透对方的想法，觉得很困惑的想法都有可能。但是月亮出现在这边，它接下来下一张牌是这个死神牌。这两张牌的意涵其实有告诉我们，我觉得你们的心灵即将要得到一个释放，你们即将要更有力量，就是你们有一些模糊不清的状态会渐渐的开始明朗起来。对于过往令你感到困惑、动摇或者是模糊不清的一个状态，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潜能，或者是在某一个环境受到其他人的恶言的批评的那个状况，我觉得它都要结束了。你们会离开一个对你们不利、不舒服的一个环境，进到一个好像新生的一个状态，可以重新的站起来的那个力量其实是很强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过去曾经经历的那些心烦意乱，或者是像你心情沉重，或是可能因为一个错误的判断遭受的一个打击、一个低潮的话，我觉得其实状况已经慢慢的要好转了。如果两个人有误会的话，那个融冰的事情快要到来了。那如果你的财务有一些状况的话，我觉得拮据的状况即将要过去了。如果在工作上有困惑的话，那个谜团即将要散去的结果，那死亡之后的新生的这个力量是很大的，而且它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在过往在月亮牌的这个时期你们可能内心有一些阴影，是那些你想要压抑下来，你想要隐藏起来，你不想要给别人看的那个部分哦。但是这个阴影大家要记住，不是说阴暗的地方就是不好的，它并不就是不好的、坏的。其实你想想看，你为什么要把那些东西放在阴影呢？你把什么样的你自己会想要隐藏起来，不给别人看呢？其实我觉得宇宙这个你的守护天使以及宇宙想要告诉你们，你放在阴影的那一部分的自己，其实呢，它没有你们想的那样子需要被隐藏起来。说不定在其他人的眼中，它是一个很可爱的，它是一个
需要去被看见，是一个可以被接纳的那个部分。你们过去为什么把它关起来了？为什么把那个可能是内在小孩，或者是某一部分的你的情绪压抑在里面了？会不会过去你经历了一个错误的环境跟错误的对待，所以你需要把那一部分给压起来呢？其实宇宙想要引导你们好好的去思考一下。那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啊已经慢慢的走出隧道了，你们会慢慢有一个能量上的死亡跟新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们要有耐心，因为宇宙会一步一步的指引你们。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很确定的是，我觉得你们有那种很高维度的这种灵性，这种灵体在保护着你们，你们的守护天使以及更高的宇宙，它其实在看着你们。那我觉得他们是存在于不同维度的能量，可是呢，它一直在你周遭保护着你们，帮助着你们。他们这种保护跟协助是一个以不去介入你的生活中的方式来给你这种支持。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保护其实非常尊重你的自由意志，他不会过度的去干涉你，他会在生活中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来提醒你。你们可能会看到天使数字，或者是在某一个环境某一个人，你觉得跟他特别有感应，或者就是你们的直觉第六感等等的，其实都是宇宙在给你一些提示，在给你一些讯息哦，在给你一些辅助，然后再给你一些指引哦。他希望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智慧。那刚刚说过，你们本身呢，就是有这种魔术师有一个很特别的治愈能力。我觉得你们蛮容易去用你的这种创造力去创造出可以打动人心的东西。有的朋友，你们身上其实是有这种很独特的这种艺术家的气息，或者是你可以让别人感觉到焕然一新的感觉，你内心常常会有新的想法、新的点子。那你们会不断的在一个组织、在一个体系中表达出你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这种创意等等的。那其实在能量振动的频率来讲，你们是帮助整个地球在向上提升的。那我们在这边呢，还看到了金币4哦。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啊，你们有一个很想要紧紧抓住的东西，或者是说很依赖的东西，也许是你们的一个社会地位，或者是你们很在乎学历、名声等等的。有的朋友是你们的家庭、家人，是你们就是不能够去被攻击，会是你想要去用尽一生来守护的。有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爱情，或者是有的朋友你们是金钱，就是如果你没有存款，你就会觉得心里非常的担忧，非常的害怕，所以你会想要努力去赚更多钱。有的朋友你们就是爱情很忙，就是在爱情上很盲目，一旦爱上了一个人，你们就是会失去理智的去爱，你们会愿意去奉献自己的所有。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方面你们对于那个你们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你们想要紧紧抓住不放，你们对它有一个很深的依赖。这种依赖的另外一面，就是我觉得你们有一个很强的控制感，你们会非常想要去紧紧的守护着它，甚至是紧紧的拥抱着它不放。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想要提醒你们的是呢，就是当你就是专注在你眼前或是手中的那个怎么说，你们想要去守护的那件宝物，不管是你的金钱，或者是你的事业、地位、名声、学历以及家人，这些其实很好，只是守护天使想要告诉你说，当你一直看着你手上的这个紧紧握住的东西不放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让你忘记，其实也是有翅膀的，你们是可以
在天空上很开心、很自由自在的飞翔的，就是当你的目光其实可以从好像你手中、你怀里握着这个东西转移到天上，你也可以用你的能量将你所爱的人或是将你所重视的事物，把他们一起带到一个更高层次的这种频率的能量当中哦。宇宙有的时候啊，想要提醒你必须要减少一个对人事物的一个控制感，特别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控制的是一个人，那如果你们还没有智慧去辨别什么样子的人才是怎么说呢，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伤害，以及什么样子的人他才是愿意跟你打开心去真诚的交流，而不是一昧的好像跟你索取，然后一昧的因为利益来接近你，这样子的关系，如果你还没有明辨人的或者明辨是非的能力的话呢，其实你们仅仅抓住的那个东西，有的时候反而会去伤害你，有的时候反而去灼伤你。所以呢，宇宙觉得你们抓得太紧了，有的时候好累哦，你们需要让自己放下，减少一些那个自己心头上的一个压力吧，害怕失去的恐惧跟压力会让你们想要把手中的东西握得更紧。那因为你们这边有出现了死亡牌，从这种好像烧成灰烬之后再重生，地基打掉之后再重建，在这个时期我相信你们内在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不安，对自己的怀疑，对这个自己的不信任，或是对整个宇宙的不相信，对于世界上有一些运作的规则以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感到很气馁或是不公平等等的。那我觉得守护天使他其实想要告诉你，就是这些东西是短暂的，如果你将你的人生以一个长镜头的这种眼光来看，不要专注在这个某一个特写、某一个特效上的话，将你的人生拉长跟拉远，其实你会得到你真正想要而且真正适合你的东西。因为你刚刚说过，你们的灵魂，你们的这种频率的震动会遇到一个属于你灵性家族，而且是前世你们就有这种姻缘的灵性家族的伴侣或是朋友，或是这一种会走的比较长远的对象来到你们的生命中。所以我觉得这些短期的震动，或是说短期的一些让你不舒服的人际的状态那些你们不要太在意，因为它只是让你灵魂成长的一个课题而已。你们不要觉得这个是宇宙来打击你们，然后要让你站不起来的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转换跟转变。宇宙想要看看你可不可以在匮乏的状况下仍然能够去创造出丰盛的一个频率如果你在不同的状况下、不同的情境下都能很专注着在你想要的东西上，其实你们是可以持续的去创造出一个正向积极的那个能量，然后去跟宇宙沟通，去告诉他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已经准备好去接收爱，去创造爱，你已经准备好丰盛来到你的生命中。我觉得当你们的心中有了这种足够的关照自己的爱的能量，其实反映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人际层面、经济层面以及这种爱情层面，它都会有一个好像很强而有力的回馈来到你的生命中。其实你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生存，你们是为了生活跟体验宇宙它会给你丰富的一个资源，当你们转念一想，你其实会
我觉得你其实是有方法让你自己过得很好，过得更加好。有的时候你觉得不舒服的状态，其实是它不要让你停留在那个阶段了，你们已经要往下一个阶段走了。你们的命运就是不断的向上提升，不论是生活层面的，不论是意识层面的，你们都要不断的往前走，往上走，往那个更高的楼梯上去。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的神谕卡的部分呢，这边有一张 All That Glitters， 然后这一张牌啊，其实有一句谚语叫 All That Glitters are not gold， 就是不是所有亮晶晶，不是所有闪耀的东西都是黄金哦。也就是说呢，我觉得宇宙其实想要告诉你说，你们有些东西啊，外在事物看起来是很迷人的，就是可能你们会滑这个别人的社群媒体啊，然后看到别人po的照片啊，或者是他拥有的那个东西啊，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伴侣等等，你会觉得别人现在的生活很好，很羡慕。那我觉得这一句话其实想要告诉你说，在别人光鲜外表的那个背后其实不一定他呈现出来的就是他的真实，不一定就是他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也许他背后有很多辛苦的一个地方。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不必要的诱惑，你其实都是可以去避免掉的。也就是说，其实你内心知道什么样的选择对你来说是比较好的，以及什么样子的选择虽然外表上看起来很好，但它并不是最终可以让你得到幸福的。我觉得你们的智慧其实会告诉你，这个东西看起来闪闪发光，可是拥有它之后，你的人生会变得更好吗？无论它是这种职位、名称、头衔，或者是更大的钻石等等的，就是你这些东西会吸引人，但是呢，这些东西它可以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好、更幸福，以及会让你过得更快乐吗？有些东西是象征性的，好像可以提升你自己的地位，以及提升你自己的自信哦。那我觉得这张卡片，这张神谕卡的出现，就是他想要让你去看一看，当他们外在那些闪亮的东西消失之后，他内在留下来的还是什么呢？以及身边的一些人，他们的那个面具拿下了之后，它本质是什么呢？他说这些话，以及他po这张照片，好，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其实你退去一层一层退掉很多的包装之后，你们渐渐的就可以去明白背后的一个动机。那些发光点都消失了之后呢，好，这个人的生活是否还是你想要的呢？或者是说当这个人的外表的那些东西拿下了之后，他的内在是否仍是你想要靠近的呢？其实这张牌的出现啊，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是要提醒你们，一方面是要赞赏你们，因为其实你们能够去超越表上看到直指那个人事物的一个本质哦。不管这个人他今天是用一些包装来掩饰他自己，让自己武装起来，让自己更加强大，或是更加的耀眼，其实你们都可以去看到他真实的一个内在，以及他真实的愿望跟本性。所以呢，我觉得你们是有辨别的那个能力哦。你们可以去看见真实的那一面。所以那个我觉得闪耀的东西不见得都是金子，不见得都是对你们好的。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已经渐渐的明白这个道理以及这件事情了。然后我觉得宇宙在这边呢，其实是要再一次的给你传达一个保护的讯息。那另外有一张牌啊，就是 Higher Power， 这个更高的力量出现在这边哦。那我觉得这张牌其实要告诉我们说，
其实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今天好像来到这个宇宙，体验一番。你们是要为了自己，也是要为了别人哦。除此之外呢，刚刚说过，你们的灵魂是一个动态的灵魂，你们的灵魂是一个有高阶力量的灵魂，你们的灵魂是一个可以创造自己、表达自己的灵魂，你们的灵魂可以更与你们的更高的神圣意识来连接哦。然后我觉得，有点像是你们其实能够透过自己的方式。来摆脱你自己的困境。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很多问题啊，关于你们就是向内询问，向内求。刚刚说过，你们不用在外去找一个伯乐来摆脱你们，好像帮助你们摆脱困境，以及帮助你们发光发热。我觉得你们本身就有自己发光发热的能力哦。其实你比你自己想象的力量，应该说你比你自己所相信的那个自己还要更加的强大，还要更加的精彩，而且你们始终都是受到更高层次力量的指引跟保护。只要你们愿意，其实你们是可以跟更高层次的力量去连接的。那我觉得不管你今天的信仰是什么，你可以好好的去和你信仰的神明去联合去沟通，然后去跟他们祈祷请求都可以，这个联系对你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在这样子的联系过程中，我觉得是会让你的心中涌上很多的想法，你会有很多的灵感去冒出来，这些灵感是可以帮助你在跟别人建立事业合作，以及你在选择伴侣上，你都会好像运用你的直觉去了解什么样子的方向才是你适合走的，而且你会更有信心朝着你应该走的一个方向前进。所以我觉得这张牌的出现啊，也就是鼓励你们可以多多跟你所信仰的那个神明或是那个力量去做连接。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哦。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留言或是分享，那就祝福选到第二组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的灵魂天赋跟使命，以及守护天使要给你们的祝福哦。然后第三组牌的朋友啊，其实我在抽你们牌卡的时候，就有感受到一个能量，这个能量是稍微比较孤单跟沉重的能量哦。就是我觉得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好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常常都会有一个比较孤独的感觉。这个孤独跟孤单感，并不是说你旁边都没有人，甚至有的人，你们可能周围是围绕着就是有很多人围绕着你的，你们可能也有伴侣，然后也有家人。但是我觉得在牌卡中，常常都有一种你们好像觉得自己不被理解，就是你找不到一个归属感。你明明属于某一个家庭、某一个团体，或是你具有什么样子的身份，但是你却好像觉得那里不是你真正的家。有的时候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感觉会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明明很近，但是别人要触碰到你的心却是很远。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本身的能量是那一种非常具有聪明、非常具有灵性的。有的时候，如果呢你周遭的人跟你的频率不同，跟你的层次不同，你们怎么说呢？你们可能会去被当成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人。那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好像比较低调，是为了在保护你们自己的能量哦。有的时候其实你身上的那个光芒会受到大家去赞赏的，但有的时候你好像不会自己好像去炫耀，或者说你自己不会去吹嘘，不会
努力的要去赢得人家的赞同，因为我觉得你们还蛮害怕让别人会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你，因为你们还蛮在意别人对你的一个评价哦。那我觉得从牌卡上看起来啊，你们有这个愚者牌，你们其实有一个赤子之心的热情一直都存在哦。你们是一个能量很真诚，然后非常不一样的一群人，你们本身有着跟别人不一样的才华，这个才华很可能使你的就是人生一直有一个不被理解的状态，因为周遭的人他可能没有那个能力去读懂你们的那个智慧跟才华。那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可能一直以来都心里有一个比较孤单的状态。然后啊，我们这边呢有看到几张牌，我觉得一定要说一下。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独角兽哦 ，Unicorn 这张牌哦。独角兽它是一个很高贵而且很纯洁、很美丽的一个生物哦。那独角兽它有这个螺旋状的这个白色的角嘛，它的角其实是有治愈能力的，它可以去过滤那些毒物啊，或是尘埃等等的。那相传啊，它的这个脚如果轻轻的触碰到那个脏污的水池啊，或是有毒的水池，那整池水会马上变得很洁净、很清澈。所以我觉得你们抽到这张独角兽的牌啊，其实我觉得代表的是你们本身的能量是很纯净的，因为独角兽它其实是一个跑得很快的动物，特别是如果它有一些能量不好的人想要来接近他其实是会跑得非常快，然后他是不会让你去抓到的，但是他会主动去接近灵魂纯洁的人。那你们抽到这张牌，我觉得代表说，其实你们本身呢，就是拥有独角兽的这种保护的能量，独角兽会想要去亲近你们，去想要去爱护你们。那你们呢，很多的朋友在你们这一组哦，很多的朋友觉得你们有一个源头，就是爱的那个源头，就是我觉得你们在接触别人的时候，你比较不会以一个很批判或者很恶意的眼光去看待周遭的人事物，就是你们的能量是那种会让人家觉得温暖跟疗愈的。有很多朋友，你们可能是在从事灵性相关的工作，或者是这种艺术啊、治疗的，或者是这种能够把美好、能够把快乐传达出去的这个工作，或者是说你的这个工作是可以改善的这个社会，将这个社会变得更好。那我们这边呢，还有 Crystal Cave 这一张牌哦，水晶的洞穴哦。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其实你们的灵魂就像一颗水晶一样哦，你走到哪里，你就会自带能量跟自带气场，那个光环其实是随着你带着走的。那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有些你们可能对水晶是有研究的，或是你们会有一些自己很喜欢的一些饰品，亮晶晶的，或是你们特别喜欢沐浴在月光的能量下等等。我们这边还有出现了一张满月的牌哦，满月的魔法哦。那我觉得这里啊，其实宇宙这个你的守护天使有给你一个提醒，就是说啊，你们可以将你们珍惜的物品，像是这种水晶啊、亮晶晶的东西，然后在满月的时刻，你去摆放在月光下，它其实是可以吸收很多的这个能量，承载这个满月的一个祝福哦。那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你的一个护身符，或是摆在你的床头，摆在你每天都会看到的地方，或者是随身携带等等的。你可以把一些你的意识、你的信念以及你有什么所求，都把它集中在这个物品上，作为你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屏障，作为你的一个护身符，可以去隔绝一些不好的频率、不好的震动，就当成是一个用满月的能量结合水晶来保护你们自己。那月亮它其实是会反射太阳的光，然后它会把一些和女性的能量跟柔和的光线，然后照映在它所就是它的这个能量会集中在它所照射的这些事物上。所以如果你们把这个
水晶把你们重要的珍惜的物品沐浴在阳光下，它其实是可以净化之后的，它这个能量会重新再传达给使用者的身上哦。然后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能量啊，其实和水晶特别有缘分哦。这个水晶它是蕴含着宇宙能量的一个水晶哦，它可以说是一个跨时代的自然产物。那不同的水晶都有具备不同的能量哦，它包含了不同的振动的频率，就像这种棱镜一样，它是可以反射不同颜色，这个颜色都可以连接到我们身体的7个脉轮有不同的色彩。那这种就是这个脉轮的色彩，这7个颜色就是我们肉眼可以见到的一个很完整的光谱。宇宙万物它其实都是以不同的频率的波长在震动的，那色彩就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一个实际的好像震动频率。那你们又特别对于这些东西特别有感应，你们的眼睛啊以光还有以色彩来转移这些物体的能量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是对水晶有研究或是有兴趣的话，是可以去接触的。然后我觉得这一组的牌啊，其实有出现蛮多的这种守护灵的守护的符号，就是我觉得你们的守护天使哦，刚刚说过可能不止一种哦，有这种独角兽的能量，还有猫头鹰的能量，还有水晶跟满月的能量。我觉得你们身边是有非常多高等维度的守护灵在看照着你们，在你们的人生的这种漫漫长路，在人生往前走的过程，其实你的守护天使他们会以不同的能量来指引你，不同的方式来提醒你，来帮助你实现你灵魂在这一世所要完成的那个蓝图跟那个使命哦。那如果你可以更加的顺应你自己的本心哦，你其实能够很好的活出自我。因为我觉得这一组朋友刚刚说过，其实我常常会感觉到你们的牌的能量是很孤单的，就是我觉得你们好像被束缚在外界的很多的价值观下，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去做你自己，就是你本身是充满天赋的，可是也许你这个天赋在你所处的时代环境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发挥，以及没有办法很好的被看见，然后你必须为了要好像去符合这个世界价值观，你要把你的一些天赋，你要把你一些很美丽的东西把它摘下来，然后有点像是降低自己的频率去适应这个周遭所处的环境。有的时候我看见你们其实有蛮多压力，这些压力会让你没有办法喘息，或者是说会让你对很多梦想跟愿望裹足不前吧。那我觉得从牌面上的讯息他想要告诉你，守护天使想要告诉你，你们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才华，你们很聪明，你们也很容易发现事物背后的那个本质。那可能也是因为你们太聪明了，有的时候你们是想的很多，会把事情想得很细，所以呢从牌面上看起来，我觉得你们是需要稍微放松一下，让你的天赋，让你的能量自然的流动出来。然后要注意的是，你们其实心中有那个智慧，是知道什么人是适合你的，什么环境是适合你的。那要离开那些不是为了你存在的，或是让你感到不舒服的人事物跟环境。那我们这边的守护的动物啊，有独角兽，也有猫头鹰。独角兽刚刚有说过嘛，它是一个比较纯洁的能量。那这两个动物的特色都是它们有翅膀，它们都可以飞翔。那独角兽它是一个比较体积比较大的这个神兽，它其实很想要陪伴你们，因为它知道你们蛮孤单的，然后你们好像一直都自己在跟自己对话，然后你可能跟自己的内在小孩在玩。那他其实看见你们有很单纯、很敏感、很善良的心，但是你们表现在外其实是另外一副比较武装的模样。你们可能要让自己看起来很坚强，好像是一个战士，但是你们心中还是那个很单纯、很善良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守护天使他其实想要跟你说，
希望你们更加去敞开你自己的心，跟宇宙进行深层次的连接哦。你们其实是很有潜质的一群人，然后你们最终呢，还是要找到自己内在的一个平衡跟平静哦。请你们尽量的，如果外在环境不是这么令你满意的话，你尽量的跟大自然、跟宇宙、跟这些水晶的能量去做连接，你可以在其中感受到宇宙的能量跟无限的一个爱。那猫头鹰啊，它其实是这种智慧的象征，智慧的化身哦。在希腊神话中，猫头鹰它是雅典娜的化身哦，就是它是雅典娜是从她父亲宙斯的这个头诞生出来的一个女神哦，她是战斗女神，是胜利女神，也是智慧女神。那猫头鹰它是夜晚的守护者，它有这种很强的洞悉的能力，它可以去看透这个事物，它有一种明辨是非的能力，也有一个很神秘的力量。那在东方啊，猫头鹰它其实也是有这种祈福，代表的是福气之鸟，然后代表一个好像鼓励跟祝福还有繁盛的一个象征哦。其实跨越不同的时空跟不同的地区，我觉得猫头鹰它都是很有智慧以及很丰富意涵的一个祝福的一个守护的动物哦，出现在你们这边都是有翅膀的2个守护天使，代表说我觉得你们正在走在一个灵性觉醒的时刻，你们正在转化，然后守护天使的能量其实在帮助你。你们来到这个物质世界的使命啊，其实就是要找回你的本心，找回你的初心。我觉得守护天使想要告诉你，你们并不是孤零零的诞生在这个宇宙，你们并不是宇宙的孤儿，你们其实想要，我觉得来到怎么说呢？来到这一世，你们要学习、要体验的，就是跟别人做连接哦。感觉这一组有的时候你们会因为好像太多情绪的往来，把自己的这个能量系统给关闭了，可能是为了要保护自己。那其实宇宙很希望你们在今生，在这个人世间的体验是可以让你感到有归属感的。然后还有一个讯息就是，有些朋友，不管你身边有没有人，有没有伴侣，有没有家人，其实你自己就可以成为家哦，你自己就有能量建立一个家，你自己就可以让自己有归属感。那这一组的朋友刚刚说过，你们内心有那种很单纯、很善良的小孩。此外呢，我还要告诉你们的是，从牌面上看起来啊，你们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就是呢。我觉得你们脑中的那一些点子是可以让你去好像开启一个新的行动的契机，或者是可以启动一个新的计划，不管这个新的计划是哪一方面的，我觉得就是单纯的你去散散步，你去旅游，你吃好吃的东西，可能都会成为你新的点子或者是新的创业计划的来源。有的朋友你可能是喜欢绘画的，随手涂鸦的，然后把这些东西啊，你可能放在网络上，好，放在你的这个社群媒体上，它其实是可以好像被众人分享，被众人看见，然后可以去激起大家一个新的思考，一个新的思维的，改善了别人一个好像他现在的思考模式，或者是让别人可以开心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正在进行的，手边正在进行的那些创作，正在进行的那些企划无论是什么，我觉得都是能够去跟你的灵性有所连结的。因为当你们在做自己开心的事物，当你去沉浸在那个可以让你忘记一切、忘记时间的那个兴趣上，你喜欢的事物上，我觉得你们的灵性的那个震动的频率其实就会提高，你的灵性本身会有一个觉醒你可以去运用，你可以去发挥你天赋所拥有的能量。我觉得宇宙其实正在召唤着你们
们去好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不要多想，不要想着自己是很孤单的，因为这一组的朋友感觉上你们常常好像在找另外一个人来完整你的生命，或是在找一个归属，在找一个家，然后你们可能在找寻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忘记看到身边的那些美景，忘记看到身边其实有很多守护着你们的能量哦。其实守护天使啊，想要跟你说，你们到现在为止所做的一切都已经非常非常的棒了。那有的时候啊，你们还有一些课题，它不是很快就可以解决的，它不是一触可及的，它是需要去累积，它是需要可能很多年的去突破。那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们的困扰其实来自于是人与人的互动、人际关系哦。有的朋友看见你们这边哦，其实是跟家庭有关的一个课题哦，所以我觉得在此生啊，你们就是要去学习怎么样去好像心平气和的跟你的家人相处，去圆满你的一个家庭关系哦。那如果你们是已经有自己的这种家庭，你已经结婚了，你有你的小孩，那我觉得夫妻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哦。你们就是要去学习怎么样跟你身边这些称为家人的人作为相处。那在跟他们相处的同时，你要怎么能够去保有自我，让自己是舒服的，也不会伤害到他们。那我觉得当你可以去平衡，当你可以去拿捏这个界限的时候，其实你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们的心态跟心境啊，都会有更好的一个转变。其实你们并不是那一种很自私的人，你们也不是那一种很只顾着自己，然后不管他人死活的人。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们就是太善良，然后想太多，会觉得自己付出了的东西都没有被其他人看见，因而使你们想要把自己好像封闭起来，不要再付出，不要再流动了，对不对？有些朋友可能是有这样子的状况，那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是曾经尝试过了，可是没有成功，所以你稍微就是停下来，然后不知道该怎么样继续走。那宇宙其实想要跟你说，你们任何时候都是有选择权，都是有自由的，你可以去以更高的层次、更高的视角来跳脱出你现在的困境，来解决你现在的难关哦。其实刚刚说过，人际关系是你们比较大的一个课题。人际关系包含很多，包含了亲子，包含了这种父女啊，母女这种关系，然后感情也是很大的一环嘛。其实这些关系啊，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会在关系中精疲力尽，甚至是被关系束缚，被很多人的期待去绑架吧。就是你们会蛮在意别人给你的评价，虽然你心里告诉自己不要在意，可是做决定的时候又不知不觉的去还是会稍稍的去影响。那宇宙其实想要告诉你说，你们其实是可以去改写这个剧本，你们其实是可以跳脱这个关系的互动，特别是有些状况，如果你觉得是一个比较混乱的状况，你其实可以选择暂时离开，等到你自己能量修复好了之后，你再把光跟爱带到这一段的能量关系中。你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差了一点点保护自己的勇气而已。但是我相信啊，其实你们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己都在干嘛。而且我觉得你们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意识到你跟别人的不一样，你有很强的直觉能力。我觉得你们的这个直觉力，你们的这个灵魂，它是可以超越物质层面所存在的。那你们的能量啊，它是一种
我觉得现在来讲，它是有一点稍微的沉重，它好像卡了很多东西在那上面，它是需要被清理的，它需要你们去转化，需要去疗愈自己的。那你们这边呢，还有很强的这个火的能量，你们有权杖女王哦，还有这个 Nine of Cups 这个孔雀开屏的能量，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灵魂，你们是非常多彩多姿，也很具有爆发力的，而且这个爆发力好像是就是过往到现在已经累积到很久了，已经快要濒临一个临界点，它快要去好像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它要一个涅槃重生，它要一个时机点、引爆点，让你们去爆发出来，让你们整个去开花结果，去绽放，就是孔雀的那个屏啊，唰一下就打开了，让大家非常的惊艳的能量。这是我看见你们之前好像低调了很久，沉潜了很久，终于要去爆发了。它是一个很强很强的能量，火的能量，光明的能量，一个展翅高飞的能量，是一个多彩多姿、各种颜色、各种光亮的这种能量，然后正在往更高更远的地方飞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觉醒的时刻，也是一个你们即将要大展身手，即将要令别人好像耳目一新的时刻要来临了。孔雀开屏，它本身象征着是吉祥，象征的是好运，它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这一种能量的爆发会是在一瞬间，我觉得它是在一个你没有想得到，就是你没有预期到的一个状态就迸发出来的能量。那之所以能够去达成这样子一个完美、一个繁荣的一个状态，一个很缤纷的一个开展哦，是因为你们过往跟你自己，就是你的能量上进行了一些清理，以及你们的直觉力跟灵性哦发挥到最满，就是你们将这个能力把它开启了。还有刚刚说过有关于人际的那些课题哦，你们开始懂得如何去平衡，如何去圆满。我觉得你们就是已经到了一个转捩点，即将要跨过去了，即将要大显身手，即将要大放异彩的那个时刻了。如果有些朋友抽到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过去因为好像付出了很多，心情耕耘了很多，但一直都没有得到一个回报，或者是一直都看不见那个成果，不管是在一个人或是在一个工作上，我觉得其实你们这种坚持信念，然后很努力的去做，但是却好像遭遇到挫折的这个状态，守护天使想要告诉你说，你们要相信你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对的。然后如果你们的这个努力真的是源自于你们的灵性跟那个灵性直觉力跟灵性去做的话，你未来的成果一定是很丰厚而且美满的。它可能不是以你预期的形式来到你身边，但是它却会是比你想象中的更好。也许你们现在在等待某一个特定的人哦，那我觉得其实宇宙会回馈给你们的方式有很多，也许它是一个超乎所想的情况，或者是机缘下你跟你朝思暮想的人再次遇到，再次复合，或者是说呢，宇宙今天有可能准备的是另外的一个人，他要来到你生命中，那他的各方面其实是更适合你的，更超乎你所求所想的。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过去在金钱上面是有一些吃紧的，这个吃紧是因为你们对于某一些信念的坚持，你不愿意为了好像赚不该赚的钱去违背你自己的信念，或者是说你在人际上在这种职场体系中，你是有你的这个原则，你是有你的坚持在的，就是你可能不会为了去巴结去逢迎而违背你自己的信念，然后可能会造成升迁上的一个受阻碍等等的。其实这样子的朋友也是要告诉你们说，就是你给出去什么，最终也会得到什么。你给出去是善的，你最终也会得到善的。如果呢，有些人他是用一个好像是比较不好的方式，巧取强夺来得到一些名声金钱的话，他的业力其实会
在之后的日子引爆，可能是引爆在他自己身上，也有可能是引爆在他的家族身上。所以其实宇宙跟守护天使想要告诉你们，你们持续在耕耘，持续在进行的这个善念的传递、爱的传递，是一个很正确的事情哦。那你的耐心最后都会得到值得的一个回报。那我们现在只是在等待那个最美好的果实成熟，所以呢，宇宙想要告诉你们，请你相信自己，然后请你放下那个恐惧跟担忧，放轻松，等到时机成熟，自然一切就会水到渠成了。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们今天的解牌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解牌，请帮我按赞、留言或者是分享。那就祝福选到第3组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